這是我去過的最抓馬的道教石窟，其內部的全真七子造像都是無頭的版本，他們的頭都在抗戰期間被盜走了。而在山的另一處亂石悬崖间，還隱藏着一座北齐年间的大佛，游客是輕易看不到的。在這兩個看點之間的道路上，還有矛盾版的規則怪談，你很難分辨該信誰，不該信誰。這個抓馬的地方便是位於山西省太原市的龍山石窟，聽好，這是龍山而不是天龍山。這俩地方都在太原，可千萬不要弄混了，因為這邊的石窟其年代跨越了唐代、元代和明代等多個朝代，不管它多麼抓馬，但年代價值是實打實的，所以它是全國重點文保單位，也是我們晋中之旅的重要目的地之一。而本次的同行人便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南希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關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在这个地方是山西省太原市的龙山啊，来看这个龙山石窟啊。后边是我的朋友南希，一会儿我们就来一起好好逛逛这儿。我们是2024年7月去的，门票價格是20塊，當地人可以辦個太原一卡通。我們打聽了一下，發現外地人辦不了，很可惜。然後我們把車停在半山腰，剩餘的道路就要自己爬上去了。在爬山的過程中，還看到一處老子的雕像。爬了很久，終於來到了一處高台。這個位置可以稍微歇歇腳，並俯瞰附近的風景。它上面有一個牌樓，雕工精美，但材料看起來比較新。牌樓背後的道觀看着也不是很古樸的樣子，這些不細說了。但附近的這棵龍柏就比較重要了。它的樹齡多達1500多年，因為這棵龍柏的樹幹上長着一個很像龍頭的樹瘤，所以它被稱為龍柏。可惜我在現場沒能找到樹瘤的位置，因遊客常到此處向大樹神神許願，而且非常靈驗，所以它又被稱為祈福柏，也被稱為龍山第一奇柏。看完龍柏，我們準備一路向上去尋找其他的看點了。現在我們沿着路牌指示的方向，一路奔向童子寺遺址。這是一處單獨的全國重點文保單位。這段路特別長，反正我記得是走了很久。中途遇到了一處規則怪談，警告我們不要再往前了。我們選擇不相信它，一路走過去，最後被大綠板子擋住了。如此看來，牌子上的規則怪談是對的，而我們只能扒門縫看看了。在門縫裡，我們發現這邊有一些小型佛窟，應該就是剛才說的童子寺遺址的一部分。但剛才的規則怪談也不盡然正確，因為其他的看點都能看。最近處的看點就是很多用石頭堆起來的小塔，這個在中原一帶叫做疊石祈福，是用來祈願的。記住疊石祈福這個名字，不要用外來的稱呼瑪尼堆來奪舍中原的傳統。再往前繞了繞，就發現了一座攔腰斷開的石經床。既然它被保護起來了，說明它必然是一件文物。可惜這個保護罩把我們隔得太遠了，甚至看不清楚它有字沒字了，所以就沒法進一步分辨了。再往前走一段，就能在一個亭子下邊看到那座北齊的童子寺燃燈塔。我們根據官方資料得知，這座塔是亞洲現存的最早的石質燃燈佛塔。它是一座六角形塔，其通高4米有餘，塔身是中空的，上邊的空地方就是燈室，頂部還能排煙，造型是肉眼可見的華麗。歷經1400多年之後，它已經風化到輪廓模糊，但仍可初窺昔日的精美。那麼問題來了，你能從這個山壁間看到那座北齊年間大佛的殘迹嗎？能看到的有慧根，看不到的心不誠。我們倆在現場看了半天，也只能看到一隻腳了。現場實物沒那麼清晰，如果看景區調過色的照片，會比實物更容易辨認一些。然後我們沿着牌子指示的方向，一路奔向龍山石窟。走過一段很長的木棧道後，我心說這該到了吧。結果前面又一段很長的土路，這還有完沒完了。走過去之後，發現了一座唐玄奘講經台。在貞觀末年，唐玄奘真的到了晉陽，並登上剛才我們去的童子寺遺址，並瞻禮大佛，講經說法，還留下西登童子寺，東望晉陽城之句。他旁邊的路牌則又是一處規則怪談，有人在告訴同伴說自己往這條路去了，有人對走上這條路的人發起了詛咒，
有的人則在鼓勵後邊的人大膽走這邊，還有人說中國人不騙中國人，此路最近。我們的實踐經驗表示，這條路是可以走的，而且各個看點基本上也是齊全的，只有少數被大綠板子擋住了，所以值得走。現在我們再往前，一路往下坡走，終於來到了龍山石窟區域。先從我們第一個遇到的元代石窟七珍龕開始看起來。此龕的前史上側刻着玄门列祖洞5個字，而前史左右兩側則各有一處人形壁畫遺迹。如今不僅顏色褪盡，這上面還各自加了很多無關的字。那麼後史的列祖是誰呢？其實就是王重陽的7個徒弟，也就是馬玉、谭楚端、劉楚玄、丘处機、王楚一、郝大通、孫不二，也就是我們熟知的全真七子。他們這些人的坐像被全體斩首並盗走了头颅，而后史的屋頂則描繪了一條在雲中若隱若現的龍。然後我們來看元代石窟披雲龕，內中有數尊造像，其中披雲子宋德芳居中，左右两側則是他的徒弟秦志安和李志全，外側還有個半掩門的小道士。這種工藝和宋金时期的富人启门很明顯是一脈相承的。而披雲龕的藻井圖案則是2隻展翅翱翔的鳳凰，在浮雲之中以太極的姿態往來盤桓。現在我們從上往下走過一條小路，就來到了唐代的玄真龕，裡邊供奉的是玄真子張志和，也就是寫下青若莉、绿蓑衣、斜風細雨不須歸的那位。另一個說法則說此處供奉的是周朝王子姬晉，他在武周時期突然走紅，並一度被加封為升仙太子。現在我們從靠上的位置一路往下走，並来到龍山石窟中相对靠下的那個區域，發現了一個小小的明代三皇龕，裡邊本該有伏羲、神農和黃帝，但實際上已經空了，什麼都沒了。附近的唐代3天大法師龕，前邊是障礙重重，只能湊合遠看一下。內中供奉的則是道教創始人張道陵，以及他的兒子張衡和孫子張魯，細節就看不到了。同理，附近的元代卧如龕也是如此，但視角比前一個好一些。内中供奉的那尊側卧像一般被視為王重陽成仙時的卧像，另一說法則說這是宋德芳的卧像。總之，這個像的造型和前幾個是不同的，因為它有頭，可能是因為躺姿石像的倒戈難度要更大一些。然後我們登上高處，奔向元代的三清龕，這是元代列窟裡最大的一個。正面的三清像中，中間的元始天尊、左斜侍卫的灵宝天尊已經沒頭了，但右斜侍衛的太上老君還有頭，而左右兩側則是6真人、6侍者。大一些有座位的是真人，小一些侍立的則是侍者。雕刻這一龕的寓意則是祝福蒙元王朝長治久安。畢竟全真教接受過蒙元王朝的冊封，並不像金庸小說裡寫的那麼有骨氣。它這個藻井的圖案做的也是雲中之龍，上邊的色彩依稀可辨。至於上面的1號龕，這實在是沒法看了，它太高了，估計姚明來了都看不見。臨走的時候，我們看到了一個明代的便道龕，這是用來修行或傳道的地方，裡邊已經是空空如也。至此，我們就徹底逛完了龍山石窟。在我過往的旅途中，已經走過了很多佛窟，但道教的石窟我们還真是第一次看到。根據資料顯示，我們剛看完的龍山石窟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、題材最豐富的道教石窟。但和那幾個知名石窟一對比，你可能也會慨嘆一句，就這和佛窟完全沒法比。道教誕生於東漢時期，而中國第一座寺院白馬寺也是東漢時期出現的。按道理來說，大家是在同一起跑線出發的，但佛教在之後的千百年歲月裡，留下了麥積山石窟、雲岡石窟、龍門石窟、莫高窟，還有大足石刻等多處遺產，吸引着一代代的遊客到訪，將佛與菩薩的故事口耳相傳。佛教的存在感就是用1000年的時間一點一點刷出來的，而道教則就缺了一個這樣的步驟。其實小到一門宗教，大到一個族群，如果你不留下痕跡，不發出聲音，那別人就可以對你視而不見，隨意侵奪你的領地。當下很多被奪舍的道觀便是明證。而在這個世界上，
因為不肯多說話而被逐漸侵蝕的群體，又何止是一個道教呢？看到這裡的朋友，歡迎點讚、收藏、加關注，和徐公一起讀城，一起旅行。